大家小时候是不是都写过我的梦想这篇作文？长大后还有多少人记得当时的梦想呢？而小时候的梦想和长大后的梦想是一样的吗？也许是出社会被现实打磨了棱角，又或者被工作耗尽了热情。长大后我才发现，小时候的梦想更像是符合其他人期待下的志愿。在通往成人世界的路上，某天突然发现自己不是某块料，意识到梦想不可能实现，留下满地的迷茫。今天的故事要从一部电影《魔女宅急便》开始说起。骑着扫帚的魔女琪琪越过了自我怀疑的阶段，终于让自己独特的才能被大家看见。梦想不一定要很伟大，微小而务实好像更容易实现。我一直很想去看看那片望着海的草皮，在上面飞翔是什么感觉？是沐浴阳光下的心旷神怡，是听见风声后的无比畅快，还是看见大海时的豁然开朗？四国的小豆岛就是魔女宅急便的取景地。在这座小岛上，心里不断出现梦想很重要，一步一步去执行更重要的声音，例如看完电影后留在脑海中的旋律。跟我一起以小豆岛为核心，延伸出5天4夜的4国小旅行，看看这段旅程会带来什么样的人生启发吧。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从京都出发，先坐 JR 到神户三宫站，再坐长途巴士约2个半小时，就会到高松的莅林公园。当巴士开上明石大桥，海平面的波光粼粼照得刺眼，天空和大海也把蓝色变成温柔的风，吹出了对旅程的期待。虽然说双眼才是记录旅程的最好工具，但在大海面前，真的会忍不住拿起手机狂拍。莅林公园是一座借景紫云山的大庭园，公园面积相当于3.5个东京巨蛋。虽然叫做莅林，但这里最有名的是松树，因为获得米其林绿色指南日本的3颗星推荐，所以就安排在行程中的第一站。带有唐破风入口的建筑，是建于1899年的工商奖励馆，里面展示香川的特产，
看完就可以知道来香川应该要吃什么了。莅林公园有6个湖泊和13座假山，拥有近400年的历史。这里有一步一景的称号，丰富多变的美景。在这里每走一步，转角都是未曾预料的风景。公园很大，可以沿着地图的推荐路线走，才不会迷路或是漏掉必看景点。最特别的松树，莫过于这棵鹤龟松了。用110颗石头组合成龟的形态，背上有颗起舞的仙鹤，扬起的翅膀是飞向星辰大海的渴望。1898年建成的日暮庭和1700年的旧日暮庭，复古的造型完美融入植在园林的风景，像是抹茶和和果子一样的般配。菊月亭是庭园的中心建筑，名字来自唐诗“菊水月在手”。可以在茶室里喝一杯抹茶，或是在榻榻米上欣赏南湖。这里的风景是历代番主的最爱。换一个角度欣赏菊月亭，还能看到1833年种植的肉根五叶松，高约8公尺，周长却超过3.5公尺。粗大的树干带有一夫当关的气势。
穿过峰岸，走到仿富士山的飞来峰，这里是公园里最好的观赏视角。前景的偃月桥，中景的南湖和菊月亭，背景的紫云山，构成一幅凝结时光的美景。芙蓉峰是欣赏香松和屏风松的最佳视角，这里可以看到松树的各种姿态。原来绿色竟然可以有那么多层次。因为快关门了，我快快地绕了北湖一圈。官方建议的参观时间是100分钟，我却足足走了4个小时，而且还意犹未尽。无法带走的风景，却深深地刻进脑海里。在莅林公园站附近坐晴屏电车往市区前进，香川的乌龙面正在对我招手。吃是世界上最容易获得幸福的方法，吃下的美味能填满空虚的胃，也能治愈孤独的心。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旅游，虽然看到了新鲜的风景，真正能充分了解当地的特色，却是代表性的乡土料理。选择了车站附近的商务饭店，简简单单，干净舒服，日式的贴心服务却一点也没有打折。除了乌冬面，橄榄和柠檬也是这里的特产。用当地的特色甜品，为5天4夜小旅行的第1晚画下完美的句点。也许是靠近海边，同样是日本的天空，香川这里就是有股松弛感。洒进窗户里的阳光，也照亮了准备前行的心里。坐晴电制度线到6万4站，再走30分钟，外加登山缆车，会到今天的第一个景点巴力寺。
电车里沿路上都是通勤的学生，无虑的嬉闹是旅程中不期而遇的风景，好像投射了内心寻找的单纯。还没到目的地，却已经路过了最美的光影。巴黎市是四国片路88林场中的第85号扎所。虽然不是以片路为主题的旅行方式，走在这段路上，却开始萌生了片路的旅游计划。一出缆车站，就能感受到山里的神圣与宁静。沿着被树林包夹的步道前进，会先看到多宝塔和大食堂。多宝塔建于1984年。为了纪念弘法大师逝世1150周年而建的镰仓风格建筑，里面供奉大日如来。榉木风格的大师堂建于昭和初期，供奉年轻时出家的弘法大师。正殿建于300多年前，供奉木质观音立像。屋顶和窗帘上刻有高松藩松平氏的夔纹家徽。虽然是严肃的宗教道场，却有一股让人放松的平静气息。钟楼建于1791年，打破宁静的钟声，是祈求平安的福音。圣天堂也有300多年的历史了。木质结构与茅草屋顶，搭建出不可动摇的神圣。挂着金雀白萝卜灰纹的布帘，却糅合了这份严肃。走出二天门，会看到放置欢迎大师的展望台。
和大师一起俯瞰市景，温柔的风吹散所有的不安，剩下时间带不走的片刻回忆。蓝天、岩壁、绿林、古迹，慢下来的时间，是内心未曾抵达的远方。片路的魔力，大概就是这种发现自己与发现世界相互交替的惊喜。沿途上的每一片风景，都是和陌生的自己相识的过程。从巴黎站坐电车2站的距离，回到琴店乌岛站，接受心灵洗礼后，接着要去以古迹建筑为主题的博物馆四国村。眼前有个线条特殊的山头，其实这里是座火山高原的半岛，海拔293公尺，因为原平战争而闻名。四国村的门口是一间古厝改建的乌龙面店搞家，以复古的气息开启博物馆的惊奇之旅。售票亭同时也是一间图书馆，现代简约的利落线条和复古质朴的气氛形成反差。走过德岛深山秘境的慢桥，象征远离日常生活的领域，正式开始秘境的探险。四国村是由四国四县迁移复原的33栋建筑物组成户外博物馆。建筑包含江户至大正年间实际居住使用的建筑。广大的博物馆分成几个主题区域，
在产业遗产区，可以观察古时制糖的流程，重温古人的智慧。灯塔区有几间河洋混合的住宅，是从几个港口的灯塔守护居所迁移过来，完美诠释河洋折中而极具保存价值。这一区也是境内的最高点，散步到这里的时候，有种重拾遗落的感动，让人重新思考幸福的定义。艺术区这里有间由安藤忠雄设计的艺廊，参观的时候正在展出由当地高中生共同制作的香川织色。整间展馆被装点得多彩缤纷，却仍维持高雅的姿态。艺廊的阳台可以欣赏到活用地势的水景庭园，俯瞰的视角南瓜远方山景的开阔。而仰视的角度则是一览建筑的优雅，是一段零死角的美学之旅。瀑布区围绕石柱水池，有几间特色各异的民宅，包括高斜度茅草屋顶的古宅，盐田开发名人的旧宅，还有能抵挡寒风的古建筑。染色瀑布是要用眼睛和耳朵共同欣赏的艺术品。阶梯处使用明治和大正时代名家的地基石，涌出的流水顺着阶梯化成疗愈的声音。淡绿色的洋式建筑是四国村形成的终点。建筑是有形文化财，来自神户的北野艺人馆，建于1905年，现在被改建成咖啡馆。
馆内的家具都来自英国，是150年前维多利亚王朝的古董。点了一杯咖啡，像是把四国村的记忆化成醇厚的甜味，一口喝进脑海里。频道的老朋友可能记得我分享过的江户东京建筑园，四国村的精彩不输那里，还多了一分原始的虫鸣鸟叫，好像更能沉浸在复古的氛围中，感受古老的温柔。在四国村门口坐公车10分钟，就会到乌岛市。这里是四国片路88林场中的第84号扎所。沿途是上坡的山路，我就没有用双脚去丈量这里的高度了。乌岛市有个很吸引我的点，就是能站在高处欣赏濑户内海。公车缓缓爬行的途中，阳光已经伸出双手，来个大大的拥抱了。走进市门，马上就能看见五重石塔和市中所在的石亭。市中铸造于镰仓时代，是国家指定重要文化财。穿过一整排古迹建筑，有2只狸猫守护着缩山大明神，他们是泰山狼狸家庭，为寺院增添轻松的气氛。主殿建于镰仓时代，也是国家指定重要文化财产，供奉11面千手观音。寺院里有不少猫的足迹，看似慵懒的或坐或躺，也许正是很多人羡慕的率性与自由。穿过四天门一直走，就会到狮子之灵岩展望台。我最期待的美景就在眼前。
前方是女木岛，右手边比较小的是男木岛，远一点的是丰岛和直岛。小岛散落在濑户内海上，近乎无云的天空与海面交融，开阔的视野真的会让人想一直待在这里。还可以看到香川特殊的地貌，平原上隆起的小丘陵，像是散落在蛋糕上的草莓，小小的圆锥是难忘的滋味。可以走在透明玻璃的走廊里，用移动的视角，像猫咪一样，以慵懒的姿态，享受眼前的美景。接近夕阳的光线变得温柔，拉长的身影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。夕阳是一天之中从白天过渡到夜晚的转折，充分演绎了短暂而精彩的美好。下山之前，换个角度再好好看一眼，由山海组成的诗与远方。贪婪的想把这片美景撕下来，夹在手杖里，永远保留下来。海陶醉在山海间的奇幻梦境时，下山的公车上，又再一次被即将没入山顶的夕阳美景暴击。烧红的天空烙印在脑海里，在一天的转折时刻，化为只属于我自己的风景。落日无言，却总能安慰人心；岁月无声，却藏着未知的温柔。吹走了迷茫，拼凑了人生。隔天一早，我要搭船前往小豆岛，也就是这趟旅程的原点。本来只是保持距离遥望的海面，现在却是伸手可及的浪漫。貌似没有方向的航行，却是坚定前往梦想之岛的节奏。阳光、大海、小岛，
前行的脚步化成温柔的风，柔和的光影像失焦的记忆，加速的气喘，世界却开始慢了下来。我在小豆岛会看见什么样的风景，又有什么样的启发呢？如果你也喜欢日本乡间的风景，请继续收看接下来的4国旅行游记终集，在未知的风景中享受心境的变化。